朋友们，大家好，我经常听到很多讲究卫生的人跟我说，只要一天不洗头，心里就像长了草似的，年纪大了也要每天清清爽爽才舒服。但我要跟各位说一个医学真相，对于咱们年过60的人来说，有时候懒一点，反而是对生命最好的负责。您可能不相信，过度勤快的洗头，特别是在错误的时刻洗头，无异于在透支健康，甚至是在玩命。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心脑血管科临床大数据的共同警示。很多资深专家都反复强调，老年人洗头的频率要有节制，时间选择上更有严格的禁区。特别是早晨刚起床空腹的时候，身体机能还没完全苏醒，这时候去洗头，简直就是在拿脆弱的心脑血管系统进行高风险的测试。今天就把这套在医学界推崇的安全洗头法细细讲给您听。我特别能理解这一代人的骄傲。很多人会说，年轻那会儿数9寒天都敢跳冰河冬泳，现在洗个热水澡怎么就把人洗坏了？朋友，请听我说，这真不是身体素质不行，也不是意志力不够，而是咱们必须尊重大自然赋予生命的自然规律。零件老化是无法逆转的。想要彻底弄明白为什么简单的洗头动作会隐藏致命风险，咱们首先要正视老年人的身体结构，看看与年轻时期相比发生的3个最本质的变化。首先是第一个关键区别，您的血管弹性已经无法应对剧烈的环境变化。年轻人的血管就像是刚出厂的优质橡胶管，内壁光滑如镜，没有任何杂质。当遇到冷水刺激时，它能迅速灵敏地收缩以减少散热；当遇到热水时，它又能马上舒张开来让血液奔流。这种一缩一张的调节能力非常灵敏，就像顶级豪车的空气悬挂系统，无论外界路况如何颠簸，车内始终保持平稳。但岁月是不饶人的，当岁月走过60载，无论您保养得多精心，血管壁的物理性质都会发生不可逆的改变，它变硬了，也变脆了。这就是医学上常说的动脉硬化。这好比家里那根用了几十年的老旧自来水管，橡胶已经老化发硬，甚至出现了细微的裂纹，完全失去了弹性。更糟糕的是，管壁内侧还沉积了厚厚的黄褐色坚硬的水垢，这就是那些长年累月积累的脂质斑块。试想一下，这时候如果您洗头方式简单粗暴，比如猛然低头让血液冲向头部，或者水温忽冷忽热，这就给了血管一个巨大的突如其来的刺激。您的神经系统本能的想快速调节血压维持平衡，但遗憾的是，您的血管已经僵硬的听不懂指挥了，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当僵硬的血管试图剧烈收缩时，那种机械性的挤压力量很有可能把管壁上那些不稳定的水垢硬生生挤下来。这些脱落的斑块碎片瞬间就变成了血液里的流弹，随着血流一路狂奔，一旦卡在脑血管的狭窄处，就会形成血栓，彻底堵死血管，引发急性脑梗死。那些已经退化、薄如蝉翼的血管壁根本承受不住瞬间飙升的压力波动，就像一个吹到了极限的气球，哪怕再多吹一口气或者用针尖轻轻一扎，它就会直接炸裂在脑部，这就是脑溢血。这一切往往就在几秒钟的电光火石间发生，前一秒人还在搓着头发，后一秒可能就已经倒在地上了。这种速度快到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其次是第二个必须重视的区别，您的头部其实是全身阳气汇聚和散热的总阀门。在中医经典理论中，头部被尊称为诸阳之会。大家知道，中医讲究阴阳平衡，我们身体里有很多条经络，所有属阳的精气最终都要向上走，汇聚到头顶，特别是百会穴这个位置。您可以把它理解为头部是人体阳气的总指挥部。正因为如此，头皮不仅是人体感知外界冷暖最敏锐的雷达，更是热量散失最快的烟囱。有科学家做过实验，在寒冷环境下，如果全身裹暖，只有头部暴露，人体60%以上的热量都是通过头部散失的。您回想一下日常生活，冬天即便身上裹着厚厚的羽绒服，穿得像个棉球一样，只要光着头在寒风里走一圈，整个人都会冻得打哆嗦，甚至感觉寒气直钻骨髓。同样的道理，当您把温热的水淋在头上，毛孔瞬间全部张开。当您洗完头，如果没有第一时间用暖风彻底吹干，水分的蒸发会带走惊人的热量，这在中医临床上被称为引狼入室。外界那无孔不入的风寒湿邪
会顺着头皮上张开的毛孔长驱直入。如果是年轻人，他们身体里像是有个大火炉，阳气旺盛，这点寒气进来，瞬间就被体内熊熊燃烧的阳气给烤化了，顶多打个喷嚏就没事了。但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情况截然不同。随着年龄增长，肾阳虚衰，体内的阳气本就如同一盆即将燃尽的炭火，微弱而珍贵。这时候，外来的寒湿之气一旦侵入，就像是往这盆微弱的炭火上狠狠地浇了一盆冷水，这带来的后果绝不仅仅是头痛、伤风、流鼻涕那么简单。寒冷是一种强烈的物理刺激，它会引起全身血管的剧烈痉挛，这种痉挛会导致外周血管阻力突然增大，迫使心脏用更大的力气泵血，从而导致血压在短时间内直线飙升。对于那些原本就有高血压、冠心病基础的朋友来说，这种瞬间的血压波动，往往就是压垮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致命的打击。最后是第三个极易被忽视，却在意外中扮演头号杀手角色的隐患。您的神经调节系统已经跟不上身体动作的节奏，这涉及到一个非常精密的生理机制，叫做体位性血压调节。咱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年轻的时候蹲在地上久了，猛地站起来，眼前会突然发黑，甚至冒金星。但这通常只是一瞬间的事，大概晃一下，不用扶墙，甚至0.1秒都不到，视力就恢复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的神经系统反应极快，压力感受器一旦发现血压降低，立刻就会向大脑发送信号，大脑随即指挥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精准地把血液泵回大脑。这套流程行云流水，没有任何卡顿。可是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岁月的侵蚀不仅让血管硬化，也让咱们的神经传导速度变慢了，让压力感受器变得迟钝了。您站在花洒下弯着腰，低着头洗头，维持这个姿势了5分钟甚至10分钟。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血液因为地心引力的作用，聚集在您的下半身，或者因为热水的温热作用，滞留在皮肤表面的扩张血管里。这时候大脑的供血其实是相对勉强的。当您关掉水龙头突然挺身站直的那一瞬间，重力作用会加剧，血液就像退潮的海水一样，在惯性的作用下哗啦一下全部流向了腿部和内脏，导致大脑瞬间严重缺血缺氧。这时候，您那老化迟钝的神经系统虽然也接到了血压低了的报警，但处理信息和传达指令的速度变慢了，它可能需要0.5秒、1秒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反应过来去调节血压。千万别小看这短短的1秒钟，对于大脑来说，这慢了半拍的时间差就是生与死的距离。这1秒钟的缺血，足以让大脑因为缺氧而一片空白，指挥系统瞬间瘫痪，人瞬间就会失去意识，发生晕厥。更可怕的是，这发生在浴室啊，那里不是柔软的草地，也不是铺着地毯的卧室，那里到处是坚硬冰冷的瓷砖，棱角分明的洗手台，还有丝滑的像抹了油一样的地面。一旦在这个环境下晕倒，老年人根本没有自我保护的反应能力，随之而来的往往是重重的摔在地上。这一摔轻则是软组织挫伤，重则就是髋关节骨折，这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很多老人因此卧床不起，最后死于并发症，甚至更严重的直接撞击头部，导致颅内出血。前面既然把风险给大伙儿摆在台面上了，很多朋友心里就开始犯嘀咕，照这么说，这头是不是干脆别洗了才安全？这里我要先给大家吃颗定心丸，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从医学角度来看，头皮也是皮肤，如果长期藏污纳垢，油脂一旦氧化，那就是细菌和真菌的温床，毛囊炎、脂溢性皮炎找上门来。那时候不仅是头痒难受，严重的还会引起脱发，甚至影响心脑血管健康。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洗不洗，而在于怎么洗以及多久洗一次。为了给大家一个最科学的答复，特意结合了皮肤科同仁的临床建议，总结出了一套适合中老年人的洗护法则。这个答案或许会打破您坚持了大半辈子的卫生习惯。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让大家最纠结的频率问题。很多朋友受年轻时的习惯影响，或者看了太多洗发水广告，觉得必须天天洗才叫讲卫生。但我必须苦口婆心地劝大家，上了年纪洗头这件事上懒一点，反而是对身体的保护。在冬天或者本身就是干性皮肤的朋友，3到5天洗一次足够了。
甚至对于某些极度干燥的皮肤，1周洗一次也完全符合医学标准。听到这儿，爱干净的朋友可能坐不住了，3天不洗，那心里得多别扭啊！其实我想告诉大家，这种脏的感觉很多时候是咱们的心理暗示。一个生理学常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机能发生变化，皮脂腺，也就是咱们头皮上专门分泌油脂的小工厂，它的产能会大幅下降，甚至萎缩到只有年轻人的30%不到。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您头皮上那一点点油脂，不再是需要被清除的污垢，而是比黄金还珍贵的天然保护膜。它像一层盾牌，阻挡着外界细菌的入侵，锁住头皮的水分。如果您在冬天还坚持每天用洗发水去刮这层油，那就好比是用砂纸在打磨您那娇嫩的皮肤，硬生生把保护层给破坏了。后果是什么？越洗越干，越干越痒，越痒越抓，最后抓的头皮破溃、感染，甚至诱发全身性的皮肤湿疹。所以留住这点油，就是留住健康。如果是夏天，或者您属于天生的大油田，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医师的建议依然是克制的，2到3天洗一次即可。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出汗多不洗难受，这里我们要区分一个概念，汗和油是两码事。除非您刚从地里干完重活回来，或者去跳广场舞弄得满头灰尘泥垢，否则真的不需要每次都动用洗发水。汗液的主要成分是水和盐分，它是水溶性的，用温水冲一冲，单纯的温水足以带走汗液，同时又不会过度剥夺头皮的油脂平衡。请大家记住这个洗头标准，不要看日历，办事要听头皮指挥。只要头皮不痒不出油，没有明显的异味，哪怕过了3天也坚决不洗。如果只是有一点点油腻但并不痒，那就再忍1天。只有当您明显感觉到油腻且伴有瘙痒时，那才是身体发出的清洁信号，这时候再安排洗头也不迟。记住，在洗头这件事上，老人的懒就是一种福气。讲完频率，接下来这部分内容请大家务必打起12分精神。在临床急救中，我们发现比起洗得勤不勤，错误的洗头时机和方式才是真正的夺命杀手。以下这3个误区，据观察，至少有90%的朋友还在每天重复，甚至很多子女都误以为这是孝顺。请大家对照自查，这真的是保命的关键。误区1：清晨起床空腹洗头，这是在挑战心脑血管的底线。很多注重养生的朋友，习惯早起5、6点钟去公园锻炼，回来一身汗，早饭还没吃就钻进浴室洗头。我必须严肃地告诉您，这是全天24小时中风险最高的时间窗口。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晨风血压。人体在清晨刚苏醒的那几个小时里，交感神经刚刚兴奋起来，血压处于一天中的爬升阶段，波动极其剧烈。同时经过1夜的睡眠，身体水分蒸发，血液粘稠度也达到顶峰，血流速度缓慢。这时的心脏就像一辆在寒冬里停了1夜的汽车，引擎还是冷的。如果您在这个时候在空腹的状态下低头弯腰去洗头，再加上热水的刺激，血管瞬间扩张。这就好比您对着一台还没热好的车发动机，猛踩了一脚油门，血液一下子涌向皮肤和下肢，大脑和心脏瞬间供血不足，极易引发体位性低血压，导致晕厥，甚至诱发脑梗或心梗。我的建议是，早上起床后先喝一杯温开水稀释血液，踏踏实实吃完早饭，休息至少1个小时，等身体彻底醒过来了再去洗漱。或者为了安全起见，把洗头的时间调整到下午气温相对较高，身体状态更平稳的时候。误区2：追求烫一点才舒服，这是在跟您的血管开玩笑。年纪大了，很多朋友怕冷，总觉得水不够热就洗不干净，或者觉得烫一点能活血。我见过不少老友，洗澡水温甚至开到45度、50度，洗完出来皮肤像熟透的螃蟹一样红，这种通透感其实是危险的信号。从生理学角度来看，过高的水温会强制性的让全身表皮血管急剧扩张，体内的血液总量是固定的。如果大量的血液都被吸到皮肤表面去散热了，那深层的重要脏器心脏和大脑怎么办？他们会立刻陷入缺血的恐慌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在澡堂里泡着泡着，突然感觉胸口像压了大石头，心慌气短，在那一瞬间眼前发黑的原因。这在医学上就是典型的洗澡综合征。正确的做法，水温严格控制在38到40之间，
接近人体体温即可。如何测试？千万别用那双长满老茧、不怕烫的手心去试，要用手腕内侧这块最娇嫩、对温度最敏感的皮肤去感受。只要感觉温热而不烫手，那就是对心血管最友好的温度。误区3：头发半干就睡觉或出门，这是在给疾病开门。吹风机太吵了，影响孙子睡觉。反正头发短，擦2下自然就干了。这些话我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于是很多朋友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就睡了，或者戴个帽子就出门买菜去了。在中医看来，这叫湿邪入摄。湿邪和寒邪会像一张湿冷的网一样包裹住您的头部，而在西医看来，这更是一个物理降温的过程。水分蒸发会带走大量的热量，导致头皮温度骤降。为了维持体温，头颈部的肌肉会剧烈收缩，痉挛，血管也会随之收缩。长此以往，不仅容易诱发慢性的偏头痛、头晕，更可怕的是，这种持续的冷刺激会加重颈椎的负担，导致颈部肌肉僵硬。颈椎一旦出问题，压迫到椎动脉，大脑的供血就会进一步受阻，这无异于是在给中风的风险添砖加瓦。所以请务必记住，无论多晚，无论多吵，一定要把头皮捶干透了再休息。这不仅是为了舒服，更是为了保护大脑的供血通道畅通无阻。正确的做法是，哪怕您的发丝只剩下1根，也要把它彻底吹干。而且标准不仅是头发干，更重要的是头皮要温热干燥。前面说了那么多潜在的危险，目的是引起大家的重视，而不是制造恐慌。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颗定心丸，这是结合了心内科、皮肤科以及中医养生科多位同行的临床经验总结出的一套中老年沐浴安全操作指南。如果您是为人子女的朋友，建议您一定要拿出纸笔把下面这几点记下来，甚至最好抄写一份贴在父母浴室的镜子旁边，时刻提醒。首先，咱们在准备工作上就要做足文章。这一步的关键在于选对生理黄金期，非常建议老年朋友将洗头洗澡的时间安排在下午2点到5点之间。这背后的医学逻辑是，这个时段是一天中气温相对较高，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此时血管处于相对舒张和稳定的状态，不容易受寒引发痉挛，同时光线充足，能减少跌倒风险。家人通常也未休息，一旦有突发状况能及时响应。如果客观条件限制，必须在晚上洗，那请务必在睡前2小时完成，切记洗完带着一身湿气和热气马上钻被窝。此外，进入浴室前，请务必喝1杯约200毫升的温开水，这在临床上被称为心血管的保护水，它能提前补充血容量，稀释血液，有效预防因洗澡出汗导致的血液粘稠和血流动力学改变。当然，别忘了浴室里那把最重要的保命神器——防滑垫。朋友们，我要非常严肃地劝告大家，彻底告别站立洗头这个习惯。站着洗头需要低头弯腰，这会直接压迫颈部血管。当您闭眼搓揉泡沫时，人体平衡感会瞬间下降，加上浴室地面的湿滑，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不仅是重心不稳的问题，更是诱发体位性低血压和晕厥的高危场景。一旦滑倒，后果往往是骨折，甚至更为严重。所以请务必购买一张带有防滑吸盘的专用沐浴椅，坐着洗才是王道。坐姿不仅能极大降低重心，稳住底盘，更能减少下肢血液淤积，显著降低心脏泵血的负担。不管您觉得自己身体多么硬朗，请记住，在这个问题上，万无一失永远比盲目自信更重要。进入具体的清洗环节，咱们就要讲究一个字，叫慢。在打开水龙头之前，请先用一把宽齿梳轻柔地将头发梳通。这个动作的医学意义在于，它能对头皮进行物理按摩，提前唤醒头皮表层的微循环，给血管发送一个即将工作的预热信号。关于淋浴的顺序，这里面也有大学问。很多朋友习惯一上来就拿起花洒对着头顶猛冲，这是极其危险的冷刺激。正确的做法是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先冲洗脚掌，再冲洗小腿，慢慢向上过渡到躯干，等待全身皮肤和血管适应了水温和环境后，最后再冲洗头部。这个过程是为了给脑血管一个缓冲期，防止因温差剧烈变化而引发血管痉挛。同时，洗发水千万不要直接倒在头皮上，那冰凉的液体本身就是一种强刺激。请务必在温热的手掌心中搓出丰富泡沫后，再涂抹于发丝。在清洗手法上，
咱们要特别注意保护脆弱的头皮屏障，千万不要用指甲去用力抓挠。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头皮角质层变薄，指甲极其容易划破皮肤，引发细菌感染。正确的医学手法是使用手指的指腹，轻柔地在头皮上画圈按压，这不仅仅是在清洁污垢，更是一次对百会穴的深度按摩，有助于提神醒脑，疏通经络。此外，必须严格控制时间，我建议单纯洗头的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如果连带洗澡，总时长绝不能超过20分钟。因为浴室通常是密闭、高温、高湿的环境，随着时间推移，氧气含量下降，极易导致大脑缺氧和心脏负荷过重，最后是至关重要的善后环节。很多朋友洗完头喜欢用毛巾疯狂揉搓，觉得这样干得快，但这样做恰恰最伤害头皮。正确的吸水方法是按压法，用毛巾轻轻按压，让水分被吸收，不要搓揉。吹干的标准是头皮要温热干燥。吹完头以后，还要特别重点吹一个地方，那就是大椎穴。这个穴位就在脖子最凸起的那块骨头下方，这是人体阳气的总枢纽。吹2到3分钟，能有效温阳防风。讲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心里发慌，我以前没少吃这些，我的身体是不是没救了？别怕，身体虽然脆弱，但它也是人体再生能力最强的系统。只要咱们从现在开始，立刻停止伤害，并且给它提供修复的机会，它是有机会逆转的。朋友们啊，咱们这一生辛苦了，年轻的时候为了儿女，为了家庭，把身体累坏了，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该享福了，千万别再拿钱换命了。真正的福气不是天天大鱼大肉，也不是喝着果汁躺在沙发上，真正的福气是身体无病，心里无事，是早上起来头脑清醒，腿脚利索，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不用儿女搀扶，是能看着孙子孙女长大，能给儿女做顿热乎饭，而不是躺在病床上插着管子，让儿女端屎端尿。咱们把身体养好了，不给儿女添麻烦，那就是给儿女最大的财富，也是咱们做父母最后的尊严。哪怕是为了咱们的孩子少操点心，少花点钱，咱们也得护好自己。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戳中了您，或者对您哪怕有一丁点的帮助，请您记住这些建议，立刻停止错误的洗头习惯，改用科学的方法，这就叫功德无量。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善待咱们的身体，祝各位朋友气血通畅，无病无灾，长命百岁。